大家好，这里是新一期的古玩，本期给大伙带来的是罗兰最新的采样打击版 SPD SX Pro。时隔多年 ，SX 终于升级到了 Pro。那么究竟 Pro 在哪里呢？我想先从一个很普遍的问题，罗兰现有的两款打击版 SPD30 和 SPD SX 的区别说起了。简单来说 ，SPD30 更像是电鼓，而 SPD SX 更像是混合鼓。30可以外接4个双触发和踩踏踏板，变成一套小型的鼓组。它有着更多的音色分层，所以演奏感很棒。SX 无法使用踩踏踏板，更少的外接扩展，但主打可以放入采样以及强大的声音编辑能力和效果器，使得它更多的出现在传统鼓的一边，作为音色的补偿和扩充。那么这一次全新的采样打击版 SPD SX Pro 第一项升级就是 SX 终于也和30一样有了踩踏踏板的支持和4个外接双触发，使得它终于和30一样有了独当一面的实力。那既然说到录音 ，SPD SX Pro 第二项升级在于外部增加到了4个可分配的独立输出，可增强其现场使用的灵活性。连接电脑时 USB 也同样拥有多个可分配的独立输出。刚才的这一段演奏，我把军鼓、低音鼓分配到了2个独立输出，其余的在另外一组立体声，使得混音编辑有了很大的自由度。比如开头的这一段军鼓，我把它分配在外接军鼓的同一路，在混音时单独剪出了一轨做修饰。不过我想 SPD SX Pro 的正确使用场景应该还是在于采样的回放，让鼓手跳出自己的角色，从音色、乐句上丰富自己。比如可以做一个 One Man Band 一个人的乐队。
经过刚才的演奏，我想引出第3个重大升级。灯，没错，以前 SPD-SX 的用户痛点就是舞台上看不清，只能绞尽脑汁在板上贴好多提示，避免误触。这次 SPD-SX Pro 在每个区域都有了提示灯，还可以自定义颜色，在弱光下演奏方便了太多。之后我来给大家演示一段传说中鼓手的最高境界——瞎打。除此之外，显而易见的大升级在于大彩屏的引入。我大胆的猜测，下一代罗兰音源也会用到这块屏幕，但很可惜不是触屏的。不过，极其优秀的操作逻辑和系统 UI， 使得单机可操作性比 SPD-SX 要上手难度低太多。比如我自定义一个区域，采样 A 层是低音鼓音色，采样 B 层是均鼓的音色。只有在它的上一页有直观的图示表达这2层音色的关系，混合、淡入淡出、力度开关、交替演奏等等。确定分层关系后，再返回第2页，可以找到音高调整和微调的选项。第3页调整的是音色的淡入和淡出。第4页很厉害，每一层都有独立的4段 EQ， 2个中频带频点选择。我大概的算了一下，单9块打击垫2层采样就有18个独立 EQ， 加上外接的4个双触发或者8个单触发，又是16个独立 EQ， 单 EQ 就有近40个，算力真的是很不错呢。第5页调整的是音头和释放，就此对于每一个采样的音色编辑都整合在这5页中，操作起来还是挺顺手的。输出的调整界面也很直观，每一个打击垫都可以独立分配在各个输出通道、耳机和 USB 中。在音色的主界面中，还有一个输出通道的电瓶显示，方便检查。在面板上还有一个可分配的效果器旋钮，我选择的是一个滤波器，可以快速的调整频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快速改变音高，也很实用。鉴于 SPD-SX Pro 的菜单功能很多，在这里就不细说了。之后要隆重介绍的是专用的 APP， 除了很好用之外，这次 SPD-SX Pro 终于支持了除了 Wave 以外的 AIFF 和 MP3 了。比如这是之前视频中我录的 Tama Star Classic 通鼓采样，直接拖到想分配的鼓垫上就可以了，每个鼓垫可以用2层。比如这是我的那张海平方茶。之后我放入一首 Wave 的伴奏试试。这里是我打错地方了。好了，伴奏已经开始了，前面有一点预备拍。好，那么既然说到这里，顺便说 SPD-SX Pro 用作演出时的伴奏播放也是非常合适的，有多路输出，耳机节拍器分离，而且伴奏播放后依然可以换组，可以防止伴奏开关误触，或者调用更多音色，演出用很方便。
所以说了这么多，如果要做混合鼓组的话，新款罗兰 SPD SX Pro 是足够强大的选择，大容量、多音色、多效果、多外接、多输出，可以说是目前混合鼓组中最佳的打击板和最佳音源。我个人觉得用好采样打击板是一个鼓手在理念上的很大转变，它会给音乐的现场演绎带来更多的可能，一旦用好的话，会让现场效果得到极佳的冲击力和氛围。但这些都需要在编曲时就考虑到，就如我现在目前的原创伴奏能充分发挥的并没有多少，所以本期视频我带来的主观体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，可能还会有所欠缺，也请大家帮忙补充。毕竟这是一个很 Pro 的产品，还不得不提很 Pro 的价格。我想对于专业用户 ，Pro 的升级足够多，价格是可以接受的。而如果仅仅是想用作紧凑电鼓的话，那我依旧推荐足够经典的罗兰 SPD30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。最后放出的是我刚拿到 SPD SX Pro 时小试了前20组音色的体验片段，这样可能能让大家更好的对它直观了解。希望本期视频给你带来有价值、有帮助的信息。我是 Pipa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